廖医师，你真的太厉害了！你可以上 MIT，就是麻省理工的 MBA，然后你又一边工作一边准备，你到底是怎么样被录取的？第一个我有烧香拜佛，然后很有毅力耶，然后那时候考了5次。他问到你说你将来想要干嘛，那我那时候写的自己都觉得感动。廖医师，你觉得你读了这2年值得吗？当然是要放下你的工作，全心全意的去读书。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平衡的地方。像我们建中毕业同学很多是上其他科系，都成为国际企业的领导人才，常常看他们出国出差，我却整天被关在白色巨塔里面。大家好，欢迎来到兔兔药社频道，我是 Tina，这是兔兔。你现在收看是职涯咖啡厅。职涯咖啡厅会定期邀请不同领域的职人来跟我们分享在他工作领域的小故事，所以如果新来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对对，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之后精彩的内容哦。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廖医师这么专业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他创业的小故事。嗨，大家好，Tina 好。廖医师，你选择这一条路真的是还蛮有趣、蛮特别的。很多人一听到说医生，第一个直觉反应会想说，哎，他是在医院还是诊所做临床服务的看诊啊等等的。像我爸爸他自己也是内科的医生，那一看就是看30年在诊所服务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工作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的了解，就是蛮稳定，可能每天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以前在学校里面，像是我是药学系啊，然后也认识很多医学系或者是护理系的朋友，大部分毕业之后也都是到临床去服务病人。很好奇廖医师是什么样的初衷，让你会想要走这一条路？我其实都一直对医学就是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再去精进啊。可是到了大概前面5年是住院医师，主治是干到第3年，第8年的时候开始看病的东西就是差不多学会了，就开始觉得说成长停滞了。那时候才开始萌生一些想法，有没有一些其他东西我可以做？最早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创业啦。那时候想说有没有可能到华尔街当金融分析师？哇，我就乱想有没有可能到嘉乐水当冲浪教练。那时候就一路拜访了还蛮多的人生导师，有在药厂当 CEO 的，有在医院当院长的，有在炒房地产的，访问了各式各样的人去参考这些前辈们的人生。我想说，到底什么是适合我？另外一方面呢，那时候我也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利用假日去宝岛义工团，他是做那个造桥铺路的，服务的过程中体验到付出的快乐。另外我也去参加像什么中途之家，帮孩子们做客服，还有生态志工什么的，因为我本身喜欢走户外，花了几个月时间，我才慢慢沉淀，慢慢收敛，然后觉得说，第一个你要转型可以，但是你尽量还是以过去已经累积的基础来做转型，这样你比较不会浪费掉自己过去的一些累积，将来转型后你也比较有优势跟人家做贡献。第二个是说，这东西要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大概不会用短期内的经济考量，是你真的很有热情的兴趣。那时候又看到一本书《The Innovator's Prescription》，商学院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写的书。那本书在讲说，我们的医疗体系发生很大的问题，那他觉得可以怎么来解决？那过去这种书都是公共卫生学院的老师们他去写的，竟然有商学院的老师也写了一本书，而且他写的那种整个内容，他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们传统的医生或是公共卫生的人在看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深受启发，所以决定 OK， 也许我就先去从商学院开始，未来要做的事情是解决医疗的体系问题。所以第8年的时候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留学的努力，考 GMAT 啊，考 TOEFL 啊，对对对，然后准备商学院的 AC 啊，然后评估各个学校的 type。是不是适合我啊什么的？那申请到学校到出国，整个医师生涯的第10年，所以你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去准备商学院的那一段18个月。但是那时候你还在医院里面工作，对吧？对，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廖医师，你真的太厉害了！你可以上 MIT，就是麻省理工的 MBA，然后你又一边工作一边准备，你到底是怎么样被录取的？第一个我有烧香拜佛。其实真的很看个人啊。虽然说大家说那学校很难上，但我同学里面有人说他准备2个月不到就上了，在他面前我就好像很白痴，你居然准备18个月。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英文能力不够好，因为 GMAT 考试前面排名的学校大概至少是700分以上，那我怎么考都过不了700分，直到我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它其实有一个限制，1年内只能考5次，然后我是考到第5次，早就已经绝望了，但是硬去考。
结果第五就考次到了，很有毅力耶，考到之后，考了5次。那考试很刺激哦，就是你考完之后，电脑荧幕是会自动跳出分数来，你马嗯，上知道结果。然后我看到结果之后，完全不敢置信，考场里面就是尖叫出来啊，过了！监考官冲进考场说：“哎，怎么了？怎么了？”是开心的尖叫。然后他就看到那个荧幕上面，我的分数是700以上啊，恭喜你，是我们哦，那个高雄考场这个月第2个突破700分的人。哇，你如果英文考高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上了吗？还是很好 No 的 no no story no，呀、之类的？英文考试只是第一关，那嗯，有人第一关就是轻松过关了啊，我是 local 嘛，我就英文也没有特别好，然后考很久。可是那过了之后，第二个他要看的是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看你行动是什么，然后来判断你这一个人将来从学校毕业以后能不能成为对学校有贡献的校友，让学校觉得以你为荣，或是说将来你有能力捐一栋大楼给学校之类的。他要看你那个 essay 写的故事，到那边通过之后，你才有机会进到在下一关就是面试。面试的话，问一些你 essay 里面写的故事，挖掘你更深层的动机。最后那个录取率，我印象中就是几趴啦，个位数。像 MIT60%几是就是美国籍的，国际学生的机会就是30%几。那国际学生的application 是来自于就是 all around the world。他问到你说你将来想要干嘛？那我那时候写的自己都觉得感动。而且我是真的这么觉得，我那时候觉得我是帮，哎呀，这样讲很不好意思，那时候就很自大，我觉得我是帮全台湾的医生来念的东西，因为我们也知道台湾健保是常来讨论说，快破产了，但是医生们又在叫说，薪水太低了，啊，医院叫说，这个健保给的经费太少了，像您也知道，很多国际药品其实现在已经不进台湾了，好的医疗器材因为利润不够好，也不进台湾了，那这些东西是民众并不知道的，我们是因为 CP 值很好。因为够便宜，够便宜的时候就会遮掩掉很多问题，然后加上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耐操，可以从早工作到晚，那可以拿很少的钱做很多的事情。怎么讲到这边来的？你讲到说你要去学校的动机，对对对对，所以就看到很多医疗体系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 sustainable 的一个体系啊，就想要像那个教授写那本书一样，说我也要想出一些方法来协助我们的政府啊，来做一些政策上调整。所以也是因为有进到 MBA 的关系，然后就更刺激你走向创业这一条路吗？我一直到毕业的时候都没有想要创业，糟糕，你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啊？就是一直问我都没有说要创业，但是你真的没有其实有好想要创业。几个创业的经验嘛，就是我看到你之前有一个旅医，然后你现在还有康痛。这些都还蛮自然发生的事情。我先讲为什么没有特别想要创业，因为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平衡的地方。像我们建中毕业同学很多是上其他科系，毕业后都成为国际企业的一个中层的领导人才，常常看他们出国出差，我却整天被关在白色巨塔里面。然后商业周刊里面讲到的世界各地发生的产业动态，我也看不太懂，也没有任何的参与感。所以那时候其实最想的是说，我 MBA 毕业，我要加入国际药厂、器材厂，一下飞东岸、西岸，一下飞法国，一下飞哪里？像那个《型男单身日记》，拉个行李箱。飞来飞去觉得很帅，对，那时候是想要去上班，在国际舞台上面有一些崭露头角的机会。后来第一个问题是发现说，想象中就电影里面拉着行李箱飞来飞去很帅，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乔治克隆尼很帅，没有那样的颜值，那个就幻想了。那第二个是说遇到一些真实的问题。在 MBA 的时候，生活大概是长怎样的？晚上 K 书，商学院的目的是为了要转职，所以很多求职的活动很扎实、多样化，很花精神跟体力的2年。有一些朋友在医学药学这个领域，他们知道我要访问你，你想要知道廖医师，你觉得你读了这2年值得吗？当然是要放下你的工作。全心全意的去读书，读了这2年对你的启发，跟你觉得时间成本上面值得吗？我觉得很值得，但是不要听到我这样讲就跳水。关于商学院值不值得，现在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说商学院的花费太贵了。商学院在美国是2年，太花时间了；欧洲的话是1年，它的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会来的划算很多。但给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美国。第一个是说，其实在念商学院之前，我有做过一些求职不顺利，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培养一些新的东西。商学院它让我看到来自于世界各地顶尖的同学们，比如说我同学有人就在各个产业都被什么 Forbes 列为
30 under 30 40 under 40，然后就靠啊，就是同班同学啊，也会挖鼻孔，也会上课吃东西翘课的人啊，他都可以，说他可以啊，对啊，我也被录取进来，会差很多吗？然后第二是说对于我的那个思考架构，因为过去我是完全是医学的思考架构，但是商学院上它有很多就是风险上面的控管，生意上面的一些考量，所以那边的知识体系我完全不熟，然后他给了我2年的时间，慢慢的把一门门学问做一个比较粗浅的认识。再于来是说我特别挑选很多美国医疗体系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美国的医疗政策、公卫政策，美国企业的数位转型课程，对于我现在在创业做的这个医疗语音助理、医院数位转型是很有帮忙。廖医师，你原本有考虑过想要去读 Mas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就是比较偏医疗管理这一方面的吗？那是本来的方向。医生出国就念2种嘛，一种是做 dry lab， 一种是做 wet lab。wet lab 的话，你就会念比较生物科技相关的，杀青蛙、杀老鼠，做实验的。dry 的话，大概有很多是念公共卫生，有一些会念 bioinformatics。假如说你对资讯科学有兴趣的话，那时候公共卫生是我的主要考虑，所以我访问了一些陌生的医生们，有人是念哈佛公卫、剑桥公卫、牛津公卫、耶鲁公卫，哇，都是名校。就问这些学长就说，那你们念完回来之后，觉得有什么改变？这边真的是没有对错啦。我发现他们第一个收入没有增加，这很现实啊，我是金牛座。那第二个是写论文的能力好像还好差不多呢。那再来是说在医院的 promotion 有没有这样很快的变成主任？这个也没有。然后他们告诉我最大的改变是增广了人生的见闻啊，所以我就决定好，那不用去念了。所以他们后来都是到医院里面就职就是了。他们本来就在医院，然后念完后还是回到原来一模模一样的工作岗位。其实我刚回来台湾是有去面试一些公司，因为我说过我还是想上班嘛。MBA 因为学费很贵，所以呢 MBA 基本上出来是属于比较 risk averse 的人，他们期待能够在1年2年内是把过去这2年的学费全部给他学贷，把它缴清，所以能够给付到这样的薪资水平，大概就是比较好的大的公司会去做创业的比例。根据统计，平均来讲2%，就是 MBA 毕业就只有2%，大家要赶快到大公司去赚钱。那以 MIT 跟史丹佛这2家学校创业的比例就比其他学校高很多，大概5到7个百分比。同学里面有人在上课的时候就在创业了，也许耳濡目染有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再更重要的是，因为家人的因素回台湾，那面试台湾的科技公司，他们说会给高薪，然后那个高薪开出来的薪资比我纯粹当医生还要再低不知道多少。So it makes no sense at all to 就是进入那些大公司。因为是家人的原因，所以回台湾，不然其实你也可以在美国找工作。所以我必须自己想活路出来。那我不甘愿回到医院，因为我都念了这个东西了，我不可能回医院。然后大公司不行，所以得创业。那我就要想个题目，那我就从自己医生痛点出发。我觉得你的个性也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看到你那个报道说你在 MIT 的时候召集了很多的同学一起到台湾深度的旅游，然后我看你旅游的项目，我就觉得我好厉害哦，我自己都还没有做过这些，什么杀山猪，没有杀了，标枪射甲的山猪。OK， 太血腥了，没有。花东纵谷、溯溪啊、滑翔翼等等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有这个发想的？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寒暑假都会到国外做一些旅游，那时候最热门的像去日本的100个，去以色列的150个，去韩国的也有60-70个。就看到说哇，原来可以做这么多国际外交，然后我就想说，台湾怎么都没有？我查了一下，发现说其实是有在 MIT 里面，上一次10年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我们那2年在那边念书，在那个位置上面可以做的事情，我牺牲自己去 apply 工作的时间，我牺牲一下自己去参加其他国家旅游的时间，然后把人带回来台湾，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我有一个更难忘的回忆吧，我是这样想。所以那时候就毛起来规划了一个环岛的旅行，初衷就是要介绍台湾让大家认识，所以我们的环岛看起来是在玩，但是它包含了对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体验，包含对我们产业的了解，又要有趣，因为那些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海陆空3D 的玩法我们的飞行伞，我们去垦丁的海上活动溪里面的溯溪。我看你那个行程，我该只有经历过骑机车抽钥匙这一项吧。对，大学的时候，这个旅行结束之后，同学现在也知道，阿美族就是比较高大，
打棒球、篮球是阿美族，吃槟榔他们也体验了，精致文化的一些台湾的一些文化，我们让他体验了。对，所以我觉得算是达到我的目的地了啦。我觉得这个活动感觉不只是外国人，其实我觉得我也会很想参加，好好去深度旅游一下。其实那时候蛮多台湾人跟我要这个行程，他说：“哎，这些行程好像我们自己还没玩到。”对，对呀、我们那时候结束后，后面又办了3团，主要是那个学校的同学有热心要办，包含哈佛MIT 哥伦比亚。那只是说这个要举办的话，可能要有一个组织去持续推动，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想要去注册公司做的事情。那时候也参加创业比赛，Airbnb 在台湾办的一个让世界看见台湾的100种方法。然后我们是大概100多团队拿到第2名，但是后来回到我刚刚讲的，我的强项在哪边？因为我的强项并不在旅游啊，所以再请旅游圈的人看能不能有人要持续下去做了。你有很多的兴趣，你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 eventually 你要选一个集中精力，要挑一个最能够成功的事情啊。你那时候有考虑在台湾念 MBA 吗？你有啊，我一开始是找台湾2家知名大学，然后后来资格不符合，然后我想说好，那就人家不收嘛，那我就念国外的好了。熊笑脸呐，年资太浅了。台湾的那个 MBA 啊，就是直接念大学嘛，高中毕业直接考。那另外一种 EMBA 就是说你有很长的工作年资去报考 EMBA 嘛。我是在中间，你知道，我不是最年轻的高中生毕业考大学念 MBA，我也不是很资深然后直接念 EMBA 的，我是卡在中间。刚好国外MBA 是大概就业经验2-3年之后再从职场回到学校的，那就比较符合我啊。觉得像是在 business side 或者是在 management side 有哪些困难点？哇，都很难呢。廖医师，你的一天是长怎么样的？